欧洲坦克竞赛谁才是老大？过去几十年，欧洲的重装甲部队硬生生混成了精简仪仗队。乌俄战争打响后，欧洲猛然惊醒，于是，一场足以掀翻北约东翼格局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欧洲当前的坦克战力足以应对2个俄罗斯。光看纸面上的总数，欧洲大陆的主战坦克保有量其实挺多的，只是各国的装备代差、数字化水平以及真正的战备能力有不小的差距。地中海方向的那2位冤家土耳其和希腊长期维持着庞大的装甲车队，土耳其手里捏着大概2381辆主战坦克，稳坐欧洲库存榜的老大。只是如果论战力，土耳其就不行了，车队结构有点拉胯，绝大多数是爷爷辈的 M48 和 M60 系列。虽然土耳其自己也搞了点本土化升级，缝缝补补又3年，但是在漫天都是无人机、反坦克导弹乱飞的高强度对抗中，这些老古董的战场生存率以及网络化协同能力，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希腊跟土耳其的情况差不多，规模大，有1385辆坦克，但车队成分精分了，一边是大量老掉牙的豹一，另一边又养着相当先进的豹 2A4 和 A5 系列。不过希腊囤这么多坦克，不是为了北约的大战略，他要的是爱琴海沿岸的区域防御。你要是让希腊把装甲部队拉到东欧去搞跨国快速部署，对不起，后勤根本不支持，出门就得趴窝。西欧和北欧的老牌贵族走的是少而精的佛系路线，德国曾经的装甲王者，现在陆军现役就剩可怜巴巴的约313辆豹2，虽然里面有104辆属于最尖端的豹2 A7V， 光学观瞄、重型复合防护、战场数字化管理都是顶尖，但真要打起高强度消耗战，313辆的数量，连维持战术纵深和轮换都费劲，坏一辆少一辆。法国那边维持着约200辆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最近挑出51辆搞了 XLR 现代化升级，主打一个跑得快、网速好。英国老哥更惨，手里攥着约213辆挑战者2，正在推进挑战者3的升级计划，剩下的基本属于难兄难弟级。西班牙274辆坦克，主力是豹21、豹 2A4， 算是西南欧预备战力。芬兰200辆坦克，以豹 2A4、豹 2A6 为主，极寒与森林地形适应极强，北欧地缘前沿支柱。瑞典则有111辆 STRV 122，属于豹 2A5 的本土化升级。挪威少了点36辆坦克，不过保持着高质量的豹2梯队，随时能打。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东欧兄弟还在苏联破铜烂铁与北欧高精尖设备之间过渡。意大利有150辆 C1 阿里埃特，已经准备扔进飞车厂换代了。最绝的是荷兰，干脆把自己那点装甲力量直接打包过继给了德荷联合部队，连独立建制都省了。聊到这儿，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波兰。这家伙的战力增长幅度太高了，也只有他能问鼎欧洲最强。现在的欧洲谁才是坦克界真正的老大？可能有人说是德国，豹2都快统一欧洲了。对此，火力军只能说，工业与技术标准的主导者与实战化大规模重装甲作战的领头羊，这是两码事。在过去几十年的防务圈里，德国的确是横着走的。凭借豹2系列的精工制造与横扫欧洲的用户群，德国被长期供在欧洲装甲技术盟主的神坛上。但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今天，大家看重的不是坦克技术，而是你有多少辆坦克，以及战备部署率与工业后勤。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波兰才是老大。德国那300来辆的坦克，火力军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法国和英国更是属于精锐但微缩的部队。土耳其数量倒是多，但技术代差太大，真打起来就是移动的活靶子，更别提他根本不想给东欧当保安。但波兰不一样，坦克数量不仅多，战力还特别强。现在的波兰手里大约有897辆主战坦克，180辆从韩国交货的 K2 黑豹，117辆美军 M1A2 SCP-V3， 116辆 M1A1 艾布拉姆斯，还有105辆豹 2A5， 以及97辆自己魔改升级的豹 2PL。 当然还有205辆老旧的 PT91 和46辆 T72 在发光发热。这点库存只是一部分，重点是波兰接下来的规划。波兰已经拍板要引进本土化生产1000辆 K2 及后续本土造的 K2PL。 等到这波扫货结束，波兰的总车队将膨胀到1800至1900辆的规模。等于说，波兰左手捏着美国最新的 M1A2 SCP-V3， 右手攥着韩国的 K2， 不仅避开了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更是在短时间内搞到了数百辆带顶级热成像、自动化数据链，甚至标配主动防护系统的3.5代坦克。它在战力质量上将直接碾压西欧诸国的总和。到现在，结论已经很明显了，在技术标准上，德国还能继续摆老资格，但在军事实战和战略威慑上，波兰已经是全欧洲当之无愧的独占一哥。
欧洲这边坦克竞赛搞得有声有色，俄罗斯却因为乌俄战争，坦克战力被持续削弱，就连造坦克的能力都不行了。经过乌俄战争这几年的大放血，俄罗斯坦克的真实数量、结构质量以及军工造血能力，跟他们官方吹出来的结果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名义上，俄罗斯还有大约3460辆现役坦克，听起来很吓人，但战力已经严重降级了。开战前那些 T90M、T80BVM 甚至 T72B3 的早期精锐批次，因为战争损失惨重，现在顶在一线的是大量临时拉出来的 T62M， 甚至早期没怎么升级的 T72。在后方的封存库里，名义上还有2100多辆储备，但这些很多都是放了几十年的苏联老古董，金属疲劳严重，电子元件早就不知道被谁抠走卖了。除了性能，俄罗斯的工业产能也跟不上。俄罗斯官方天天喊着我们的战时防务工业产能爆发了 3.5 倍甚至7倍，但在卫星图像和开源情报面前，俄罗斯的真实造车能力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全俄罗斯最大的乌拉尔车辆厂，别看名气大，真到造新车的时候根本跟不上需求。2022年，他们全新坦克的产量为150辆左右，就算到了2024年，工厂恨不得一天24小时3班倒连轴转，全年全新产量也就勉强拔高到300辆左右。这个全新制造的数据，甚至还比不上西欧一家公司或者韩国的产量。至于俄罗斯官方宣称的交付数千辆坦克，那都是翻新，这才是俄罗斯装甲补充的绝对主力，占比超过 80%。 去坟场里把保存还算完好的旧车，比如 T72B、T80V 拖出来，把生锈的发动机修一修，外面挂上一层反应3爆反，因为被制裁买不到高级热成像，只能拿低端的凑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翻新模式看着是快，但问题是封库存里那些底子好、有翻新价值的旧车，那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好车被掏空，俄罗斯这种刨冰模式很快就会走到死胡同。看完俄罗斯与欧洲的坦克，双方战力已经很明显了。欧洲坦克这种高精尖加爆量的组合，直接让俄罗斯从冷战时期玩到现在的装甲洪流彻底破产。以前俄罗斯吹自己能拿坦克推平战线，那是吃准了西欧陆军规模缩水，重武器少。但现在面对波兰等国拉起的一道 3.5 台坦克防线，俄罗斯那些老旧翻新车冲上去，直接就被现代化热成像以及超视距火控点名。这种代差俄罗斯根本无法解决。至于无人机，俄罗斯更拼不过。欧洲现在全员普及主动防护系统与反无人机设备，俄罗斯没办法，只能花钱给自己的坦克焊上顶棚格栅装甲，再挂上一堆简易的电子干扰机。到这里我们就能解释开头的说法了，把技术代差、战场生存率、数据链效率全算进去，现在的欧洲坦克战力相当于2个俄罗斯。从战力模型推演来看，欧洲最新一代的坦克像豹2 A8、挑战者3、M1A2、SCPV3，如果撞上俄军那些翻新凑数的旧坦克，生存能力直接拉满，主动防护系统能把飞来的导弹直接半空打爆，单车生存率比之前飙升了 1.5 到 2.0 倍，再加上全天候猎杀官瞄系统，永远是欧洲坦克先看到先开炮。综合算下来，就看眼下在北约防御和预备役协同的场景下，欧洲现役的装甲精锐、西欧豹2加波兰新军加北欧高战备部队，加上北约的防空和情报指挥系统，其真实有效战斗力已经相当于 1.5 到 2.0 个俄罗斯陆军装甲部队的总和。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不掏出比现在多1倍的家底，在平原上根本没资格跟欧洲叫板。如果把时间线拉到2028年到2030年，等波兰那1800辆坦克全部落地，等德国、捷克、挪威的豹2 A8 大批量交付，欧洲重装甲将完成彻底的换代蜕变。到那时候，欧洲在北约东翼集结的这股装甲力量，战斗力将膨胀到相当于 2.5 个俄罗斯。当然，面对乌俄战争扩散的威胁，欧洲也没有拿着优势躺平，而是不断建造新坦克。现在的欧洲差不多有7款正在建造中的坦克，无论是哪一款，俄罗斯都无法应对。面对现在前线那些战术穿越机、攻顶反坦克导弹，还有铺天盖地的取射火炮，欧洲正掀起一轮疯狂的新型坦克造车运动。第一款就是法德联合化的大饼 MGCS 地面主战系统，这玩意儿2017年就立项了，本来指望它作为第4代天神下凡，在2040年前把豹2和勒克莱尔全给换了。结果法德吵翻了天，法国想要个跑车，主打高机动，德国想要个重甲骑士，主打抗揍，再加上分赃不均，谁都想多拿点工业份额。现在项目已经拉至2040年代中期，甚至2050年了。两国现在只能退一步，先统一下底层的数字化网络。至于车体长啥样，估计得各搞各的，只有逼着大家赶紧找备胎，也就是第2款坦克 KNDS 集团的超级勒克莱尔。法国一看 MGCS 11557，自己家老坦克要寿终正寝，急了，直接拿成熟的德国豹2 A8 底盘，上面扣一个法国最新搞的无人炮塔。
现在装120毫米炮，以后能无缝切换到140毫米，还自带无人机发射接口，预计2030年代初就能交货，主打一个实用。第3款则是易德混血儿 IMBT 意大利主战坦克，这是2024年底意大利莱昂纳多和德国莱茵金属刚做的局，底盘用了莱茵的 KF51黑豹，上面顶了一个莱昂纳多的 BLAZE30遥控武器站，这武器站有个85度的超高仰角，专门用来防空，对付无人机和巡飞弹。意大利已经准备下单272辆，2027年就能见真容。第4款则是英国挑战者3，在这款坦克上面，英国佬总算认怂了，不再死抱着自己祖传的线膛炮不放，在原有的挑战者2底盘上换上了莱茵金属120毫米 I55A1 滑膛炮，炮塔全数字化，模块化装甲堆满，而且标配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第一辆样车已经打过靶了，148辆的订单，2030年前必须交齐。第3款则是专攻下沉市场的 CFL120 卡尔帕特，捷克和土耳其联合出品。这货主打一个轻量化和省钱，用土耳其的履带底盘加上意大利的炮塔和120毫米炮，全重才34吨。这就意味着欧洲那些破桥旧路它随便过，专门卖给那些预算有限又想要高机动的中小国家。第6款是德国莱茵金属的私生子 KF51黑豹，这是莱茵金属自己掏腰包搞的，直接上了130毫米滑膛炮和自动装弹机，火力比现在猛了一大截，自带模块化防护和车载巡飞弹。现在匈牙利已经砸钱入股了，罗马尼亚也在疯狂看报价单，商业前景相当不错。第7款是目前的绝对销冠，豹二 A8 与豹二 A RC3.0。豹二 A8 就不用多说了，欧洲最强爆款，德国、挪威、捷克、荷兰全都在买。最大的卖点就是出厂自带战利品主动防护，不用自己改装。而那个豹二 A RC3.0 更离谱，搞了个极度扁平的无人炮塔，成员全缩在车体前面的重装甲舱里躲着，不仅能选装120甚至140毫米主炮，更是代表了欧洲下一代坦克的最终形态。只是坦克多并不代表好用，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到底统一标准让全欧洲只用一款坦克更好，还是选择顺其自然，大家各玩各的更好？如果只看军事后勤，那统一型号好到没边。全欧洲如果都开一款坦克，那北约这帮兄弟出去打仗，后勤部长能笑醒。所有的120毫米炮弹随便用，修车的扳手全通用，保养手册一模一样，战术数据链秒连，还能通过欧洲大团购把单车成本打成白菜价，省钱省力看成完美。只是强行搞统一已经被证明是条死胡同，直接看法德 MG4S 项目就行了，双方吵得脸红脖子粗。欧洲这帮大国谁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国防自主权，谁都想让自家军工企业多吃一口肉。再说了，各国的地貌也不一样，北欧冰天雪地，东欧大泥坑，他们需要极致的防空和履带抓地力。西欧和南欧到处是公路河网，他们需要战车轻一点，方便过桥。非要逼着大家穿同一双鞋，不仅会变成无休止的扯皮，耽误换装。退一万步来讲，如果欧洲统一坦克型号，那万一这款坦克的弱点被对手摸透了，那全欧洲的装甲部队就会被一锅端。换个角度来讲，要是像现在这样无节制的百花齐放，后勤绝对会当场暴毙。就拿波兰来说，他们现在的后勤军官估计每天都在吃褪黑素，手里同时管着美国的艾布拉姆斯、韩国的 K2、德国的豹二，还有老旧的苏系 T72。你要维持4套完全不挨边的零备件供应链，4套维修工具，4批不同语种的修理工。平时演习还好说，真到了高强度的消耗战地，这种后勤体系绝对会瞬间崩溃。就火力军来说，欧洲现在的最优解是底层基座标准化加顶层模块多元化，底盘和发动机咱们别折腾了，就锁定在这3款最成熟的货色上。德国豹二、美国 M1、韩国 K2， 这3大阵营保证了油料、弹药口径、基础承重网是通用的，但在炮塔上面这些东西，比如反无人机遥控站、主动防护系统、车载巡飞弹、通讯软件，鼓励各大军工巨头内卷。这种开放式架构绕开了国家的虎丝，又能用最快的速度吸收前线的最新战术，这才是欧洲重塑装甲最好的方式。总的来说，欧洲现在正在搞的这场装甲军备竞赛，绝对是冷战后最深刻的一次国防大换血。这不仅重新洗牌了欧洲内部，更是重塑欧亚大陆的格局。对于俄罗斯来说，自己受限于虚弱的新造车能力，只能靠翻新旧车苟延残喘，而眼睁睁看着对面欧洲的装甲战力起飞，怎一个惨字了得。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北约 3.0 对国际局势有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